在 Fast Check 的这个机器这边，他们就可以直接拿到机票。其实我就不行。还遇到台湾的海关，然后说高雄的，说台湾来的哦。机场有游泳池。那今天就是我们在新加坡的最后一天了。我们早上吃完早餐之后，我们就去到那个苏丹回教堂。它其实就在我们的饭店的附近，其实走路去就可以到了。它是从1928年就开始建，然后建到1932年，所以其实它的历史算蛮悠久的。我觉得它外面设计的很漂亮，所以很多人都会去那边打卡。然后对于台湾人来说，应该算是就是在台湾比较少见的一种就是文化。然后可以看到那个回教堂就是设计的很金黄啊，很漂亮。然后整个环境附近都是那种很中东风的那种店啊、设计啊。鸽子都爬到桌上去吃东西。这里有点像槟城那种房子，然后都变成了那种咖啡厅，或者是吃的午餐啊。我觉得那边真的就是它有一个区域，我觉得蛮特别的。它那边不是叫阿拉伯街吗？对，它那附近还有一个叫 Arab Street， 就是有一个地方是什么中东的街吧，类似，但也应该是有一点回教的那种地方。然后那个设计，我们那时候就去打卡，然后蛮漂亮的那个壁画啊，然后整个环境就有那种像就是文化遗产的地方，就像槟城的 Heritage 那个地方，然后我觉得是蛮漂亮的，蛮多人去打卡的地方啊，也是一个蛮多那种观光团、旅行团会这样带过去啊，对，打卡，一团一团。这个其实它是那个娘惹的衣服，娘惹的装，它的上衣就是这样。哇，前面这里也蛮好拍的。这条街算蛮好拍的，是啊，不错啊，就很多那种图啊，对，就有点像槟城那个一样，就是那种就是 heritage 的地方。你觉得这里值得来拍照吗？这里值得来个10分钟了。10分钟，拍拍看看，走走拍照，打卡地，照一照就可以删。对，清真寺10分钟，然后那个彩绘的街也可以10分钟，差不多。我也觉得那个拍起来是很漂亮，好吧，我们现在回饭店。因为那个地方那个算是观光景点，蛮靠近我们饭店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把行李箱先寄放到我们的饭店，我们拿完就直接去机场。我们那时候是搭捷运去那个机场的。绿线。绿线在新加坡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提早的 check in， 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不太知道那个就是快速 check in 要怎么样，所以我们那时候找蛮久的，因为都不知道是不是哪里可以 check in， 然后最后我们发现你看到那个上面那个 Scoot 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地方特别多人排队，就是有些 fast check in 它在上面，就不管你是半天啊还是就是几个小时前，你都可以提早 check in， 然后是库航的，对啊，而且很方便，它是一个机器打你的那个 booking number，然后你就可以就是扫到你的 passport， 然后就会看你的资料对不对啊，姓名啊，然后印出你的那种机票吧，很薄薄一张纸的机票，然后也顺便可以 check in 你的行李。但是那时候我们没有就是自己去寄放行李，因为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台湾护照一般就是姓加名嘛，那你名字是2个字的，然后它翻成英文的话，你这2个字的中间就会有一杠，就是会有一个 hyphen， 中间会有一个连字号。其实，在他们那边那个 Fast Check 的那个机器其实是不认这一个符号的，因为像我老婆他们正常马来西亚那种国外的那种英文拼字是就是3个单字，但是中间不会有什么
逗点啊，不会有什么连字号啊这种东西的。其实他们就不会遇到这种问题，在 Fast Check 的这个机器这边，他们就可以直接拿到机票。其实我就不行我必须就是在他那个机器，它会吐出一个那个 error message， 就是一个错误讯息，说你这个名字可能有问题啊，有 mismatch 有问题，然后我们就要去那个隔壁的那个人工 check in 的那个柜台再重新办理一次这样。而且那个柜台蛮多人的，那时候我们排了也蛮长蛮久一段时间的，对，要等很久，所以变成你本来要 fast check in 是很快的，变成一个很慢因为你那个一杠可能会影响到它这个机器对去扫描的时候，发现你的名字怎么不太一样，对，但是网络上你又不能写一杠，所以就是那个边出问题。对，但是你又如果不把你的行李寄过去的话，会就是很多东西要拖着的话蛮不方便。对。然后之后我们 check in 完之后，就到就是那个星耀张仪去看那个瀑布啊，因为早上的氛围是不一样的。哇，白天真的是看起来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有那种绿化的那种地方，对，然后很多花草啊、树木，然后中间一个人造的瀑布，虽然是蛮人工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新加坡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吧，就是在樟宜机场的一个招牌景点。我们那时候到晚上嘛，所以就有看到，早上看当然更漂亮。可以上去看瀑布。好多人，蛮漂亮的啦，这里。白天看起来，我比较喜欢白天看起来。对。之后我们就去吃那个 A&W， 但是我觉得不推荐。Two signature burger，combo。你说像沙士，对，够辣，对对对，然后甜了一点，味道比较淡的黑松沙士，可能加 ice cream 会比较特别，可能再加一点盐巴之类的。鸡超小，天赋，好小，这是我们的，对对。好小照片，跟麦当劳、KFC 都来骗你。拜托你去照一下那第一张照片。这个，我选这种颗粒颗粒的那种薯条。对，我是这一种。你100年了，现在怎么？我的应该比你们大一点吧？这种，你们好薄哦。那我的应该一点点，差不多啊，没有照片那么大。牛肉很柴啊，跟 Burger King 上次差不多。比那还柴。哇，那不好吃。你可以这么理解。不够油脂啊，吃起来比较没有那种嘴巴咬下去会觉得哇，像那个麦当劳的那种很 juicy。很柴耶，它的肉好柴啊。会比较少脂肪，所以它不如那个麦当劳。然后大家如果吃完午餐之后，就可以到处去逛一下。大家可能想买什么小 CK 啊，什么 Charles and Kiehl's， 在那边买可能比较便宜的话，大家都可以去购物，可以去买。星耀张仪，好多逛的 ，Coach 一堆，名牌 Zara 也有。这也蛮多逛的，机场大概真的要逛半天，应该可以逛不完。对，超多，所以就可以提前先 check in， 然后直接逛，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走之前可以安排个半天这样。对，然后吃一吃啊什么的。早上一堆人在排队，现在零零散散那几个人，还是下午比较没那么多人。你还是要提早去排队，不然怕你错过你的飞机什么的，就是提前1个小时半啊去排队。准备进去。
我们进来机场啦，然后好像在后面那边，然后就可以用 passport 就可以进去，对啊，很方便。很方便，还遇到台湾的海关，高雄的。因为他说海关，对啊，入境的嘛，对关员，然后说高雄的，说台湾来的哦，机场工作。对，竟然还遇到同乡。我觉得新加坡快速通关吧，就是它的那个入境的那个，你做好入境的时候，他就已经帮你资料建好了。出境就是看一下你脸，然后确认一下你 passport， 就可以给你超快出关。很多台，然后所有国籍的都可以，他都可以接受，对吧？很赞。他一下子扫就可以扫进去。对，那时候我们蛮意外，以为想说会蛮久一段时间啊，要检查什么行李、包包什么的。那时候好像前面都没有，就是你到你的那个等待飞机的地方才会检查。去买逛逛啊！大买特买，血拼。上面有吃的 ，Four Finger。你吃过吗？没有。Four Finger 买给我告诉。入境的地方，其实就跟我们有交汇，你看，它就是我们上次从那里下来，然后直接这样走到这里去。原来这里还有一个 garden， 感觉可以耶。这个炫泡的花花，哇，好酷啊！机场有游泳池，真的假的？哦。然后我们有意外发现到里面也是有一个饭店吧，就可以让大家休息的地方。蛮厉害的是还有游泳池。对，那个蛮强的。在里面我觉得吃的比较少。选择上，你出关出去之后，那个它基本上没什么吃的。对，就可能我们只吃了什么Subway啊什么的，还有什么面啊，一铺肚什么面。对，但是其他几家我们看起来都没有想要吃的欲望。对，所以大家可以可能在外面先吃一些东西，再进去里面可能吃一点。整体来说，其实，在新加坡的机场蛮舒服的。对。就是出关之后美食区少一点，就这样。对，美食区少一点，但是其实里面算蛮舒服的，连厕所都有一大面的那种，看到机场很漂亮起降的那个跑道，对，很漂亮，那个 view 真的不错。哇，厕所我也没看到。你喜欢新加坡的哪一个地方？我觉得它算是一个东南亚的那种。一个文化的融合的中心吧，就是你在新加坡，你可以体验到就是亚洲很多国家的文化。对，我觉得那边真是很多文化，也蛮国际化的，蛮国际观嘛。我自己女生的话蛮喜欢的，就是我觉得我在那边穿衣服蛮自由的，就是不管你穿吊带什么的，都不会有人眼睛一直瞪着你啊什么的，就很让人觉得很放心、很安全，就是女生自己去那边旅行也是蛮安全的，因为那边其实应该国外的一些男女就是来往的也很多，甚至在当地工作的也很多，所以其实这种服装打扮上面其实都比较自由一点。去哪里其实都算蛮方便的啦。其实可能你要多走路，但是其实公车啊、捷运其实都算蛮方便的。然后我听当地的人说，都是有可以刷 Visa 卡，就是搭捷运啊，或者是搭那个公车，但我们自己没有试过。我们还是用 EasyLink，因为我们担心那个你刷卡下去那么小的费用，会不会就是有一些对，可能会有一些最低手续费之类的。整体来说，我觉得新加坡，我觉得就是蛮干净的一个城市，然后很漂亮的一个城市。虽然可能很多都是大家觉得像比较人造的东西吧，但是喜欢去城市旅行的人会蛮喜欢的。但是我觉得它其实生活步调比台北再快一点点。那个你从它的那个手扶梯的那个速度，你就可以感觉出来。对，那个手扶梯速度大概是台北的再快个1.5倍吧。对，它就是蛮快的，对老人家可能比较不友善，但是我们自己都会觉得，有时候会有一种
就是对，我们可能一踏进去就有一种往后退的感觉，拖着行李，你要上那个手扶梯的话，你就觉得蛮危险，会不会太快，有点上不去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新加坡的住宿可能就比较贵。我们住在一间就是已经1晚3000多台币的房间，就非常的小，然后那个隔音也非常不好。所以其实那边其实住宿起来非常贵，你去个4天3夜，你就可能快花了1万块的住宿。机票的部分，如果你做酷航的话，其实是算蛮便宜的啦，在这个疫情之后，因为其实疫情之后很多飞机票都蛮贵的。那我们做了酷航，2个人去而已，就大概1万左右，然后包含行李，2个人的行李，我觉得算是我可以接受的价钱啦。因为可能刚好它新加坡又是酷航大本营，所以很多班次来来往往一定会经过那个新加坡，所以可能价钱也会再低一点这样。而且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因为其实好像我们那天坐的时候，坐去新加坡也没有太多人，就是很空啊，你可以自己换到一个前后左右都没人的地方，然后你就直接把那个椅背就直接放到最低。对，但你可以跟那个空姐空少去讲一下，其实他们都会愿意让你换。对，然后整体上我觉得酷航算是蛮平价，然后又舒服的。我们那时候选酷航真的算是还不错。然后毕竟它也是新航下面的那种航空嘛，所以我觉得它是有品质的。然后还有新加坡就是主要它是花费吧，吃的部分其实价钱很广，主要看你怎么花。因为你可以很便宜，10块以内新币，大概200块也可以吃一餐。那你也可以，你可能200到1000块，400到1000块都有可能，这是中价位的。主要是看你吃什么，然后看你自己去做安排吧。贵的可以更贵，所以大家都自己可以参考自己的能力上，然后去吃，看你自己要吃什么。以上整体来说，我蛮喜欢那个新加坡的城市的感觉啦，就是自由啊，然后文化又多啊，大家接受度也蛮好的。去的时候不要挑雨季的，我觉得他们雨季就是基本上每一天那个降雨几率非常高，但是就是下那一段时间。对，我觉得6、7月可能蛮不错的，6、7月比较不会是雨季，像11月多、12月可能就是雨季。那以上就是我们的去新加坡的建议。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你都可以写在以下的 comment 里面，就是评论里面，然后也可以看回我前几期的那个新加坡旅行的攻略，都可能会帮到你哦。我们终于要回槟城啦，真的终于要回家啦，来两个。对啊，超小。不是。终于，请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拜拜。